没什么可聊的。今天聊啥呀？没什么可聊的。今天看了个人还是那个 AEB 的事情。哎呀，其实不想说这个脑子这个不够用的人太多了。一直说 AEB 多厉害多厉害。AEB 是啥呢？一直不明白。今天说的通俗一点啊，我说的通俗一点 ，AEB 就是相当于一个新手去开车，就是还没有拿到驾照的，然后副驾驶做了教练，然后新手在开车。那为什么副驾驶要做个教练呀？因为你新手吧，你可能有些危险你控制不了啊，需要这个教练给你踩刹车。AEB 就是这个教练。如果一个人开车开得很好，就不需要这个副驾驶这个教练给你踩刹车，因为你会开车，你开得好，你自己该踩刹车、该减速、该干啥都能干呀。说的这么简单，应该能理解了吧？那只有一个新手啥都不会开的，然后才需要有个人帮你去踩，这还不够明确吗？那你是不是那个人呢？那作为自动驾驶、辅助驾驶、智能驾驶来说一样的道理。如果这个智能驾驶开得很好，他的技术很高，他不需要有个人给他踩刹车呀，他自己就，你看我现在要减速，我减呗。你现在如果有人别过来了，那我看到了呀，我慢慢的往左避让啊，或者是慢慢的减速啊，我只要撞不上不就行吗？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副驾驶给我踩一脚刹车呢？就是我开着这样，突然副驾驶给我踩一脚刹车，你觉得舒服吗？不舒服，是不是？而且他那个 AEB 触发要命的，吓死人。我开这个特斯拉往前开没有开出过 AEB， 倒车2次 AEB， 吓死人。倒车都很慢，跑个5、6公里、7、8公里这么个速度，突然一个 AEB， 我靠，离后面老远了。这个太灵敏的这个倒车，我个人觉得啊 ，AEB 这东西啊，之前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最近开出2次？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阈值的，你可以调得很高，就是有些情况根本不需要去 AEB 制动的，然后他就给你制动了，就跟一个教练，他这个教练好不好啊？他就是我给你避免你的碰撞，或者是减轻你的碰撞带来的一个损失。那有些教练呢？明明我开得很好，我也注意路况了，他就给你一脚，啊，你就不舒服，不吓你一跳啊？是不是啊？突然头还撞这上面了，说不定。这就是 AEB 嘛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 AEB 的一个啥？就是好的一个智驾，好的一个司机，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副驾驶给你踩刹车呢？你再就是你比如说我在路上说，哎，中间有个障碍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就在这开车，我的眼直勾勾的看着前面。我跑到80了，我没看到，然后需要副驾驶给我踩刹车，我在干啥呀？我在睡觉吗？这你要记住啊，这个是 AEB 就是我的理解是，自动驾驶要开出 AEB 来，那这就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一个系统。那如果说你人开车开出 AEB 了，是好事吗？也是好事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这个人走神了，说明这个人没有看路。那你看路，比如说我现在跑65，我看路的话，为什么我看不到前面有刹车呀？为什么看不到有减速啊？我就往上撞嘛，撞出来 AEB 嘛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除非我没看路。那我跑这么快，我为什么不看路？你说跑得慢一点，哎，倒个车很慢，你说看不着周围，那这个我还可以理解。那你跑个5、60还看不到，你说鬼探头，哎，人反应没有机器快啊，我觉得合适。但这鬼探头也是有个速度的呀，你跑个30、40，你说有鬼探头可以。你刹住了，你跑个7、80出鬼探头，你谁也刹不住，是不是啊？那你80能刹住呢，就直勾勾的路上一个障碍刹住了，这太可笑了，太扯了。那人干啥呢？人没看吗？人没看路吗？就是你人开的时候，人没看路，你还触发了 AEB， 你这个人就是不合格的一个司机啊。那同样智驾，你直勾勾的看前面有个车有个障碍，你没看到吗？你触发 AEB， 就是它自动驾驶不行才触发 AEB 嘛。那行的话，就跟人你开得好，那你触发 AEB 还需要副驾驶给你踩刹车干啥？是吧？
哎呀，不说了，后面不说了，不说了。